为什么高达动画中光束的颜色都不一样？这个问题啊，经常拼高达模型的小伙伴肯定熟悉。买个几十个高达模型，各种颜色的光束筷子啊，你就能有一堆了。这时候有人好奇了，按理说啊，一个系列中的武器技术不应该是相同的吗？为啥高达剧中的光束武器颜色会有这么多？今天啊，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吧。先说一个最现实的，就是万代有时候啊，对待这玩意儿也不怎么上心，尤其是早期产品的设计部门，那是能凑合给你弄出个形状就行，你也就别纠结什么颜色对不对了。等到后面玩家开始讲究起来了，万代才基本会按照原作中的设定来配备光束军刀的颜色。到了剧中呢，就要分系列了。咱们呀，还是拿看的人比较多的 UC、SEED、00、御三家来说啊。00的话，大体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非真人粒子系的等离子武器，主要用于近战，原理与高达 C 的光束军刀类似，也是打火机原理，靠喷射出的等离子体来进行热切割。这个时候啊，肯定有人问了啊，那这打火机是怎么跟实体刀互隔的呀？00的等离子刀啊，大多数时候啊都是等离子体包裹在实体件之上使用的，所以是能互隔的。而 GN 粒子武器则是根据炉子的型号，分为伪炉粒子的红色 GN 粒子武器，以及太阳炉的绿色 GN 粒子武器。至于00中出现的伪炉和太阳炉武器有什么区别，这个呀就要等以后做视频再细说吧。哦，对了，还有一个黄金大便的那个金色粒子来着，这个我实在找不到靠谱的资料啊，就当是大便哥的逼格吧。下面来说说 SEED 中的光束武器颜色也算是相对比较统一的，基本上就3种，一种是通用武器方面，光束枪一般是绿色，按照设定来说呢，也是高热等离子体。近战的话，除了圣盾等个别机体，基本都是粉色系的。另一种呢是磁轨炮，这个其实是实弹武器啊，不过由于作画的问题，有时候看起来像光束炮。最后一种是红白夹心炮，而红白夹心炮又分成3种，一种是自由身上那种等离子加农炮，就是能量很高的光束武器，有多高呢？一般电池机基本上开上2炮就没电了，懂了吧？另一种是圣盾身上那种副列位相能量炮，它虽然看起来和等离子加农炮很像，但原理呢是将多个小光束炮口排列好以后一起发射所组成的一种高能光束炮。最后一种是战舰上搭载的阳电子炮，也就是大天使号上的罗安格林以及密涅瓦上的唐怀瑟。之所以这些武器会是红白夹心，是由于射击后炮口附近会产生感应电离，相对高能的粒子会排在外侧，相对低能的会在内侧，就形成了夹心炮的样子。总之啊，这玩意儿说头就挺多的，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细说吧。最后啊，就是最复杂的 UC 了，它复杂到你根本找不到通用规律，主要也是动画制作周期拉得太长，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想法，才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要说相对比较算是规律的，那就是联邦这边是以粉色、青白色等颜色为主，而吉翁那边则是一水的黄色。按照 Mega 粒子的设定来说，应该就是越接近黄色，代表能量越高。也就是说啊，早期联邦的 MS 用光束武器出力应该是比后来的吉翁要低一些的。1年战争以后，由于阿纳海姆的掺和，导致各个阵营的光束武器啊就更乱了，突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UC100年以后的 F91和 V 高达就又是另一番风景了。反正想总结出规律啊，实在是有点难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些光束武器啊，其实是很难用肉眼看见，或者说是肉眼看见都是一个颜色。之所以被弄成5颜6色的，是因为驾驶舱的画面是 AI 绘制而成的，为了方便驾驶员识别光束武器的来源是友军还是敌军，才给他们染了不同的颜色。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说法用来原设定啊刚刚好，也不用承认什么设定冲突或者作画失误， AI 干的就完事儿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